这个花心没画完，我们接着把这个花心画一下啊。好，我们把这个花心再继续把它画完啊。这个花心这个白色稍微少了一点，我们再加一点白色，它太黄了一点感觉。我们画花心的时候，这是白色偏多一点点，黄色偏少一点点啊。好，然后把它这个太白和藤黄把它调和一下。调的时候不要加水，亲爱的家人们，就是万一你画的时候太干的时候，你就去加一点水。我们在调的时候不要加水。我上次去面授，我看到有些姐姐们加了水，不行哈，加了水之后它会太稀了，你画的时候就成不了这个颗粒，它就会成这个散的，它在这个纸面上它就有一点散了，它就成不了那个颗粒状。把它调均匀哈，把这个太白和藤黄，均匀的调和在一起。
好，这个的话，它花心有一些是看不见的，露出来一些些而已。好，中间我们要加上一个这个，加上一点点这个。好，画一点点花心在这里啊，画一点花心。好，这一朵花也要再加一点花心啊，差点把它搞掉了，差点把它遗忘了，它多少也是一朵花呀。虽然在角落里面不是主角，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遗忘了呀。好，这一朵也加上一点花心，差不多了啊，几朵花就可以了。我们要加上叶。好，我们加上叶子啊，这个加上叶子。这一组花的话，叶子基本上都在下面这一块，都在下面这一块啊，叶子基本上都在下面这一块。然后，上面可能会飘出几片叶子就可以了，主要的叶子都在下边。然后我们上次说了，上边可以画一个这个，月亮。这每一朵花基本上，这些花基本上都是写生的啊。这个后面的不是啊，前面2朵都是写生的，然后后面的就随意画的。后面它因为都不是整朵的，半朵的就自己去搭配的。然后前面这2朵都是真实的花去写生。好，我们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来，我们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那这个花的话，我们配这个什么样的叶子呢？好，我们调一个花叶子颜色，用纸先把纸垫一下啊。叶子我们还是用这个藤黄、花青和藤黄吧，花青和藤黄加墨吧，花青藤黄加墨。花青藤黄加墨，或者是太青蓝藤黄加墨也可以。啊，用花青吧。好，这是花青和藤黄。这个是画老叶子的颜色啊，加点水啊，加点水，把花青和藤黄把它调和。
哎，刚好这个嫩绿色，我们可以先画出它的这个，用这个嫩绿色先画出它的嫩枝干啊，先画嫩枝干，直接加一点胭脂就可以了啊，直接加点胭脂就可以画。好，这里加一组叶子，我们大概标一下这个叶子从哪里出来啊？大概叶子从哪里出来？枝干的话，我们这里可以不用全部画，有的枝干可以，有的枝干会被遮挡。好，这边的我们先不画啊，画一点啊，画一点点出来。好，大概画这一点嫩枝干出来，因为有很多是会被遮挡住的啊。那我们先画叶子，现在可以画叶子。叶子我们刚刚调的这个嫩绿色，嫩绿色我们还要加一些墨，加点墨来调和。好，把这个墨加一点，在这个绿色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墨绿色。那我们不想要它的颜色太鲜艳了，所以我们要是让它成一个墨绿色。好，再加一点水，不要太浓了，太浓了有一点会画不动。好，这种墨绿色大家看到吗？它比较黑一点点哈。就我们画写意的话，颜色不需要太鲜艳了。调好墨绿色，我们放到一边备用。然后我们画的时候，笔尖再去蘸浓墨，笔尖再去蘸浓墨啊，这样子调一点浓墨进来，看到了吗？然后我们开始画叶子了啊，开始画叶子。我们想要哪一组叶子在最前面，我们就先画哪里。那我们想要这一组叶子啊，想要这一组叶子在最前面，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啊。然后上面也是啊，两片。好，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一笔哈，一边一笔，两边各一边一笔，一边大一边小，不要画成一样大。这两组叶子都往上。如果说你不想那么深色的叶子，你可以想要更深一点，你就多蘸点墨；不想那么深的时候，你就去蘸一点水，明白吗？好，这里来一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好，这个叶子就在前面这一组叶子的后面，亲爱的家人们，注意它的一个层次感啊。我们画叶子不要尽量，我们避免要画成什么？画成排队，一定要让叶子所有叶子有层次感。好，这个在后面啊，这个叶子在后面。好，我们想要淡一点的时候，我们把笔尖去在水里面洗一下，把笔尖在水里面洗一下，然后这里就可以画这种淡一点的叶子了。蘸一下，把笔尖去蘸一点水蘸一点水，然后直接画。蘸一点水，蘸一点墨
沾点水之后蘸一点墨再去画。好，然后我们再还是蘸墨绿色，蘸的墨绿色蘸墨。好，这个里面又有这个层次了啊。躲在后面的只能看一半的这种叶子。你看这些叶子，你不用画太多叶子，它的层次感就已经出来了。好，这里来一组。蘸点墨绿色，笔尖蘸这个浓墨。你看今天的叶子是画的一点都不大，为什么它不大呢？因为今天这个花都不会很大啊，所以叶子也不要太大。我们的叶子的大小要跟这个花是相匹配的。好，这里这一堆的叶子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然后再画这一边的哈，画这一边。好，我们在这里来一组啊。好，这里来一组。好，这里面还有很多叶子了。好，还是让它在外面吧，把这个枝干给遮住吧。好，现在蘸一点水，然后这一组叶子我们让它淡一点点啊。好，这个后面的层次。反正叶子是这里会很多很密，下面都是叶子，都是一片，这里一片都是叶子。不要那么深的时候，我们就蘸一点水哈，蘸一点水，蘸一点墨，笔肚蘸一点水，笔尖蘸一点墨。好，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叶柄上来，该加叶柄的地方加一点叶柄，用这个胭脂这里。哦，水分有点大，我们要加一点三氯，直接三氯加一点胭脂也行哈。好，加一点叶柄进来，这个叶子就差不多。但是你现在看这个叶子是不是很散？
是不是很散？因为太多的这个飞白了，太多这个空白的地方。那我们想要叶子更密一点，我们把里面加成黑色，加黑色，加的更黑，才让里面感觉很多，会感觉里面还有很多叶子。把里面这些缝隙里面加黑一点啊。那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是加黑的，有些地方我们是要加淡墨，加更淡一点的，有些地方我们加黑一点，这样离着这个，因为这里花很多。如果说是我们只有2朵花呀，1朵花，那我们里面就不需要再加这么深的，我们直接加上一些淡的层次就可以了。我们要看情况，加了这个深的，加了这个深色还是加浅色。加淡墨，我们要根据这个画面的情况。好，挨着这个花的附近，这里我们加的就是这个深的墨，然后我们再加一些淡墨啊。那像这些大一点的缝隙里面，我们加上一些淡墨，让里面感觉层次还有很多叶子。啊，里面加一些淡淡的叶子进来，这里也是一样啊，加一些淡的叶子，让里面感觉还有很多层次，很多叶子，但是不要加全部加满啊，有的时候可以留一点点小缝隙，就比如说这个口，我们可以留一个口。好，这样子叶子就显得密了，看到叶子显得密了吗？好像这些边缘啦，像这些边缘这里，我们再加一些哈，加一点点淡淡的这个叶子之类的，它出边了啊。好，这里可以加上一组叶子。好，这个后面还要再加层次啊，让这里也感觉很多。好，这样子叶子是不是密起来了？虽然我们画的叶子并不多，但是会看起来会觉得很密，是吧？叶子虽然画的真的不多啊，但是会觉得很多啊，会不会感觉很多？有没有觉得很密？勾一下叶筋。好，勾一下叶筋啊。
好，底下的话我们这里加上一些淡墨啊进来，就是把这个角给封住。那这里也是啊，把它封多一点。好，让它这里密一点啊，让叶子更密，显得很密啊。但是这个缝隙也可以加一点点淡淡的扫一下，它干了之后看不怎么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觉得叶子很密了，更密了啊。好，这样子的话，这个花和叶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那我们想要画一个，那天说是在这里画一个月亮。月亮看一下要多大一个月亮？先画一个月亮啊，先画一个月亮。这个叶子虽然我们画的不多，但是我们看起来很密，所以我们要画叶子，就是要画出它的这个关系啊，前后关系，让它感觉这个让它感觉这个叶子是很茂盛的，很多的。表示一个嫩枝干上面一朵完全开放的牡丹花，还会长嫩叶子吗？它的这个地方还会长啊，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说这一个牡丹花这个枝干这里还会不会长嫩叶子？就像这个缝隙里面啊，嫩枝干和叶柄的这个节的这里，它有可能会长嫩叶子，还有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也会长嫩叶子，但是它不会出一个嫩枝干啊，它不会出一个，基本上不会出一个嫩枝干啊，它只会长一个嫩芽出来。这个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它有可能长一个嫩芽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个是牡丹花啊，牡丹花和这个芍药是有区别的。你看一下，我们这一张画的是芍药，看到吗？芍药它就有可能，芍药的话，它嫩枝干的这个叶子的这个节里面，它可能还会长出这个花苞来。芍药和牡丹花是有区别的，我们芍药是木本的，芍药是草本的，说错了啊。芍药它是草本的，它才会这样子长。但是我们的这个牡丹花它是木本的，亲爱的家人们，它下面会长老枝干，一个节的上面只长一个嫩枝干出来啊，只长一个嫩枝干出来。你们要所以说要仔细的去观察，就是我们去倒这个牡丹园的时候，底部可长，底部是可以长的，就是老枝干的任何一个节上面都有可能长一个嫩枝干出来，但是花已经长出来之后，它这个地方就长不了嫩枝干出来了，明白吗？但是它其他的节上没有开花的那些老枝干的那些节上长了嫩芽，嫩芽就是会长出一个嫩枝干，但是基本上是这样子，你的花已经盛开的时候，它这个季节已经到了，它不会那个花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那个小嫩芽它是长不大的，它就是只限在一个嫩芽上面，它不会长成一个这个嫩枝干出来。来，我们画一个这个月亮啊，月亮在这个上面画一个月亮，月亮看一下怎么画它才圆呢？来，那个大一点的碗看一下。好，那就这么大了，那就这么大。我们用铅笔画一下，就画到这个位置。好，用铅笔把这个圆画出来。笔画小就可以，这个可以了啊，这个刚刚好，这个就可以了，刚刚好。来，我们先画一个月亮，月亮用什么颜色？亲爱的家人们，你们的月亮用什么颜色？我想用一点太白，我想用点太白，用点这个用点这个黄色，因为我用了太白之后的话。它旁边我们再做其他颜色，它就不会覆盖过来。如果说我们只用颜色，如果说后面我们再涂底色的话，它很有可能晕过来。当然我们要让这个月亮干啊，让那个月亮干了之后，用土黄吧，用土黄加白色。土黄你们有吗？
用土黄加白色。好，咱们用这个土黄哈，调的这个土黄加白色。好像还白少了一点啊，再加一点土黄，再加一点土黄。这边稍微超了一点啊，这个颜色是比较厚一点的，亲爱的家人们，厚一点的颜色它就有覆盖力，它就不会有这个水印。如果说你用很薄的颜色，它肯定是有水印的。这里画超了一点，家人们，所以我们要把其他地方也要超一点点啊。否则它就不圆了。好，可以了，就这样吧。这是咱们的月亮，这个好圆的一个月亮。我们要干了之后要做底色，亲爱的家人们，但是还没有干，它没有那么快干，没有那么快干，我们要等它一下，好不好？这个底色做一个黑色吧，能接受吗？我们来调一个黑色。当然，调黑色的时候，我们也要混合一些其他颜色进去都没有关系啊。直接加这个墨吧，直接用这个墨调墨啊，调一个黑色。来，盘子里这些颜色都直接放进来。好，我们来调一个我们做一个黑色的底色，亲爱的们，这个第一次做这个黑色底色。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效果，好不好？来预测一下效果，好不好？好，这个是黑色的啊。我们的这个纸的话，宣纸的话，我们最好是厚涂。厚涂的话，就是把颜色调浓一点去涂。黑色里面要加颜色，不仅仅是黑色的。来，我们加点赭石进来。黑色里面加赭石。
好，还是很黑呀。来看一下这个，再加一点点水啊，再加一点点水，不要加太多了，慢慢加这个水，不要一下子往里加太多了。啊，我好担心它把我的这个画面弄脏了。我拿一个盘子过来。好，拿一个盘子过来啊，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我们在调这个黑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把它弄泼了，把它泼到我们的画面上去了。好，感觉这个赭石还不是很够，还要再加一点赭石，再加点赭石进来。好，这个颜色是调的有点浓哈，它有点像酸奶一样的，它有点像深咖色。亲爱的家人们，因为我加了这个赭石，加了很多这个赭石和墨调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深咖色。当然我不知道在镜头下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反正在这里是看得出来是一个深咖色，它是一个深咖色。亲爱的家人们，基本上可以了啊。可以了，我们在涂这个底色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纸这里，先垫一下，这旁边可以用一个废纸把边上垫一下，因为这样子防止你们涂的时候涂在这个底下这个毯子上去了。好，我们开始啊。一是这些细节地方要小心一点，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画面要留出来，把空白的地方涂上。我们调好颜色就直接往上涂就好了。后涂不用喷水，如果后涂的话你喷水，它很容易就晕到这个画上面去了。当然也可以喷的潮一点点啊，就是那你要喷也要等它稍微干一点的时候你再去涂。基本上后涂我都没有喷水哈。
厚涂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你涂这个黑色，我当然没有涂过啊，这个今天第一次。当然涂完之后，你要是不均匀的话，还可以再涂第二次。那第二次的时候，你再涂的时候，它就是没有完全干的时候，你再等它，在它半干的时候涂，就是没有完全干透的情况下去涂，那它其实是也像喷了水一样的这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墨家的赭石。不是完全墨啊，墨加了赭石。对，有月亮涂这个黑色，我也觉得比较配啊。涂蓝色的蓝蓝的天空加月亮，就好像有一点点奇怪哈。边上可以留一点点白白的边缘，留一点白白的边缘，不用涂的，不用完全涂到这个，把这个花全部涂得很边，留一点点啊。好，把这个边缘先把它画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涂的时候就好涂一点点，不然的话，你一不小心涂到花上去了，就麻烦了。好，先把这个边缘都画出来啊。
好，基本上涂完了啊。来，所有家人们来看一下效果。它干了之后，它有可能会不均匀啊，它有可能会不均匀。不均匀的话，我们可以再涂一次。好看吗？这种黑色把它蹭出来更美啊，蹭出来更美。上面可以滴一些这个，可以撒一些这个金箔，在这个地方可以撒一些金箔。或者是撒一些这个白色的不行啊，撒一点金色的是可以的，撒一点金色的墨水，或者是用金箔纸。好，我用这个金墨，好，垫一下东西啊，两边都垫一下。好，来把这里现在盖住了，大家看不到了啊。好，我现在调这个金墨，这是金墨汁。好，要有疏密关系，不要平均的，要从这个天上，感觉这个天上这里是最多的。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满天星哦，满天星星。哇，再来看一下效果，哇，真的效果非常好啊！你们看得出效果吗？看得出效果吗？这种满天星的感觉，这个的话只能提个穷款，或者是就盖2个章就行了。这张画就盖2个章就行了，就是不需要提款也行哈，就盖2个章也行。盖2个章就已经很够了，这幅作品已经很完美了。你看这种叶子就像在月光下发白，那个月光下有点泛白的这种感觉非常好。然后这个花被这个月光照的也是那种，为什么画这种白色在最上面，就感觉被月光照的它发亮发白。不圆的地方稍微修整一下下，有一点点不圆的地方稍微修整一下。这张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提款了，所以说就提个穷款，
就是这个地方盖2个章，最好是在这边啊，右边这里盖2个章，因为左边这里有一个很亮的月亮，我们在右边这里盖2个章。那黑色的我们盖章不明显，我们要在这个白纸上，在这个白纸上盖2个章，把它剪下来，然后贴上来，知道吗？用这个胶水贴上来。好，这张画就可以了啊，亲爱的家人们。